大家好，我是叮当狗，欢迎你又回到我的狗窝。旧金山每年4月的北加州樱花节又如约开幕啦！今年樱花节是4月13、14和20、21两个周末，21号最后一天还会有盛大的抬神教游行活动。今年还特别请到了 Hello Kitty 一起参与游行。4月13号樱花节第一天，气温骤降，阴雨绵绵，叮当狗顶着寒风给大家去探路啦！赶快一起去看看有什么好逛好吃的吧。停车场上来，走进日本城 West Mall 里面，这人流量把我震慑住了。以为天空不作美不会有多少人的，没想到大家对樱花节的热情如此高涨。走出购物中心，看到 Pole Street 上面摆了2排摊位，那更是人头攒动。这次樱花节的摊位种类不少，有卖动画周边的，有卖衣服的，包括樱花 T 恤和和风服饰。这家可以在 T 恤上印上樱花节的纪念图案。这家卖小宝宝穿的金贝，好可爱呀！不少摊位卖各种饰品。这家千纸鹤、耳环、项链全是木质的，还有日式花纹，挺特别的。最多的是卖日式杂货的小摊，好多可爱的小玩意儿，喜欢逛日杂的姐妹们可是有福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来卖艺术品的。这家的日式盆栽和植物装饰品看着很精致。现场还看到不少来做宣传活动的企业和组织。日本航空有折纸飞机飞进洞的游戏， NBC 做的这个抽奖活动有意思，好多人在排队等着玩。看到2个组织的宣传棚挺有意思的，这个棚子前面不少的主人带着狗子聚在一块儿，我还纳闷咋回事呢，原来是秋田犬的爱好会，另一边是4国爱好会，主角是另一种狗子柴田犬。这边威莫公司放了辆自动驾驶汽车做展示，消防队和警察局也支上摊子来宣传了，警察局的吉祥物互动起来真卖力。逛了一圈实在饿得不行，再看看这樱花节的 Food Bazaar， 每家店都在排队，不行了，我还是先进日本超市尼基亚买个立马能吃上的垫一垫吧。我也是万万没想到呀，在超市买的这$13的寿司卷会是这一天性价比最高的食物。视频里不难看出来，外面的三文鱼油脂还不错，里面的米饭混合了烤芝麻，更多了香气。最里面包裹的是牛油果、黄瓜、蟹肉，蟹肉里面还伴有脆脆的小鱼子，是一个水平很在线的寿司卷。垫了垫肚子，咱们就慢慢逛逛樱花节的 NPO Food Bazaar 吧。刚吃了咸的，看到这家卖日本腌梅子的，边上烘焙的小点心貌似不错。我看上一款Ume Fruit Cake 梅子水果蛋糕，问了小姐姐，说是用了他们家的Ume Syrup， 梅子专卖店里的梅子水果蛋糕应该不会太差吧，$4买了一个。这块小蛋糕主打一个反差感，外表看着好像挺湿润的，没想到咬开来，蛋糕虽然算是蓬松的，但是有点偏干。外表看似好像挺简单的，里面却混合了梅子肉和无花果肉。最惊喜的是吃到无花果籽脆脆的，因为加了无花果糖浆，整体的口感是酸甜的。看到这家 Sokoyaki， 第一反应是 Takoyaki 章鱼烧，但人家还专门写了不放章鱼。做法调味都跟章鱼烧是一个套路的，但里面放的是牛肉，$8 6颗。拿到的时候我有点震惊，属实是有点小，比鹌鹑蛋也就大那么一丢丢吧。负责烧这个小丸子的哥哥姐姐们也真没拿我们当外人，你看这颗一戳起来，材料都没包起来呢，里面这颗小小的牛肉让人又好气又好笑。算了，人家是无营利组织临时组局摆摊子也不容易，咱还要求啥呢？再说了，咱来吃的是食物嘛，咱花钱来吃的不就是一个樱花节的气氛吗？吃完咸的吃甜的，开启甜咸永动机。这家 Imagawayaki 金川烧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豆车轮饼，排队是全场最长的，不过等的时间也不太久。这里边好多人在整红豆馅，里面外面都在卖力烤饼。
$3一个，刚烤出来的热乎乎的还不错，上下2层外表皮有点脆，侧边的带点糯，没有太多的奶香味，偏传统的面香，里面的红豆馅给的比较多，但也不会太甜，是个好吃的日式甜点。这家瓦夫 Dog 卖的是和风热狗，好一个日本美国融合的小吃啊！凑近一看是童子军社的摊位，负责收银的几个男生都有好多童子军徽章哦。原来《飞屋环游记》里面背着一身童子军徽章的 Russell 进到现实是这种感觉呀，感觉挺好玩的。我点了一个 miso 味增口味的热狗，让他们加了 wasabi mayo， 也就是芥末美乃滋在里面。等出餐的时候，我还有点担心，几个小孩整出来的东西能好吃吗？我错了，我道歉。这个热口竟然是整个 Food Bazaar 吃下来口味最优秀的，$9一个，个头虽然不大，但上面和风的元素，海苔呀、青葱啊、味增还挺多。整体味增的口味并不突出，倒是这个奶绿色的芥末美乃滋，芥末的劲儿拿捏得刚刚好，够辣让人上瘾，又不会辣到发呛。这根热狗肠也够惊喜的，不是那种粉粉的淀粉肠，有肉感，里面混了芝士，关键还有肉汁，看到没有？标出来了，好评，必须给好评。Telly Burger 照烧汉堡又是一个日美融合，旁边火烧火燎火烤汉堡肉的存在感好强呀，让人无法忽略。汉堡是够炭烧风的，汉堡胚和肉饼边上都有点焦黑了。刚开始没吃出什么照烧味儿，感觉调味很淡，吃到最后发现原来是照烧酱都流到底部了，算是一个正正常常的汉堡吧，个头挺大，这个汉堡一下肚瞬间就饱了。最后在卖夏威夷食物的摊位上，$5买了2个 butter mochi， 第二天早上吃了，看似平平无奇，但是在冰箱里放了一晚上，顶上这层椰蓉还有脆脆的口感，咬下去满口奶香，甜度适中，中间的糯米在冰箱里走了一遭也不硬，是 Q 弹的，推荐。集中卖食物的这一区停车场里有札幌啤酒的棚子，边上也有桌椅，不少人买了小吃过来配啤酒喝。美食区的外面和日本城2座购物商场的中心空地上都搭建了舞台，全店会有不同的表演，时间合适的话能看到包括太鼓、日本舞蹈之类的传统艺术。As you can see, Naginata is a more ambidextrous weapon than Kendo, so we use both sides of our body. 虽说是樱花节，但今年4月旧金山的温度偏低，日本城的樱花星星点点刚开了几朵，相信20、21号2天去的话，能看到更美的樱花。除了户外的摊位，日本城周围有很多建筑里都有文化体验展，比如说日本折纸、百人一手、cosplay 之类的。我把20、21号2天的活动安排放在这里了，有计划去樱花节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哦。最后提醒一下大家，樱花节的时候日本城的停车场很容易爆满，记得早点到。另外别忘了备上现金，美食区很多摊位都只收现金的哟。好啦，旧金山北加州樱花节就逛到这里啦。去樱花节玩耍的小伙伴有啥新发现，别忘了在留言区告诉我。咱们下期再见。